圣上，皇太孙的尸首丢了。传令三军，封城搜山，相关人等就足记住。本来以为穿越到古代以后，我就可以大显身手，没想到我是个农村户口，就只能耕田。但是，我有一个酒友，他叫做老黄。二，老黄，有酒吗？满上了。哎，老黄，你喝这么多酒做甚啊？告诉我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我的儿子没了，我培养了几十年的儿子没了，留下我这个糟老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太子后送葬终身。孙子、儿子、儿媳都没了，咱现在是孤家寡人了。老黄，你莫伤心，这谁的人生没有一道坎儿是吧？我8岁那年从棺椁中爬出来的时候，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会是这个样子。你刚才说啥？这谁的人生没一道坎儿？不，下一句。我8岁那年从棺椁中爬出来。8岁，9年前。圣上，皇太孙的尸首丢了。孙子，是你吗？大孙子，是你吗？老黄，你一怔又犯了，我真不是你大孙子，真不是啊！太子离世，皇位空虚。如果眼前的这位朱怀真的是咱的嫡长孙，那他将是下一位帝王。娃儿，告诉咱，你还记得当年埋你的地方吗？这我就不记得了，我就记得当时月黑风高，周围全部都是官兵，我还以为他们要杀我呢，我赶紧就溜了呀。他很有可能就是咱的嫡长孙，但这孩子真能掂量起我洪武的江山吗？不成，朕要查清楚。哎，老黄，你哪都不许去，今晚你就住我这儿。你这个样子，我要不看着你，我不放心。好孩子，我没事了，我能扛得住。儿子走了，家里还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去处理呢。那你等着我，我收拾一下，我就……哎，老黄，不用，我手下还有人呢。那你有事找我啊？好。哎，老黄这把年纪，我真怕他挺不住。刚毅无畏，性格无私，确实是好品质。圣上，马车备好了，前300锦衣卫，明日一早，我要朱怀这孩子所有的信息。遵旨。咱家怕你是假的，但更怕你是真的。届时，洪武的天
就要变了。当年要不是老黄，我估计啊，早就饿死了。这是恩，得报。但是光靠耕田，怕是难以报恩。这想要报恩的话，估计啊，还得入剑籍、经商。小郎君，你是想好了吗？这农籍改剑籍，若是没有机遇，那么你这辈子将永远低人一等。我想好了，心意已决。好，那从此以后，你就是剑籍商户了，天生低人一等。多谢，告辞。哎，大人，方才忘记问您了，今儿个这县役怎会如此的冷清啊？哎，咱们的皇太子薨逝了，百姓都去烧香了。太子薨了。按照当时的历史，太子确实是今日去世的，而明年，为了稳固统治，老皇帝将会开启血洗。时辰已到，战！而这，或许就是我的机会。这张脸，停车！快停车！大哥，因何如此慌张？我好像看到了咱们的外甥孙，洪武嫡长孙朱雄鹰。这怎么可能？雄鹰8岁薨逝，就葬在中山。不会错的，咱姐姐是雄鹰的姥姥，我与她血浓于水，岂会认错？那咱们查清楚。如今太子薨逝，二皇孙朱允文恐长大印。如果确定是雄鹰，那咱们定拥他为王。明白。穿越9年，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谋反。如今，我终于可以启动了。当今时代，食盐提炼多以海盐为主，而我却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提取矿物盐，谋取钱财。小郎君，见过关老爷。你要给朝廷卖盐？对，这是我的商籍。哦，对了，这些都是你提炼的？对。好盐，确实是好盐，比这宫中的盐都好啊。那就请关老爷给个好价格。好说好说，按市价给你。你这批盐算400两。400两。你拿好。谢过关老爷。不用客气，都是按规矩办事。来呀，把这批盐抓紧送回宫中去。是。10天之后，再送一批。得嘞。走了。
这第一步已经成功了，接下来就是扩大生产。哎，我好像记得那黄老板那儿有座盐山出售。王儿，哎，老黄来的刚好，我这备了酒，咱们喝喝。快拿来！不错。好酒。哎，老爷子，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嘿，咱当何事呢？这么郑重。我改户籍了。嗨，咱当啥事儿呢？就改个户籍呀。你是想当士大夫啊？那可是要科考的呀。不，我入了间谍，如今我是一名商人了。啊，混账！之前费了这么多心思给你改了户籍，你却自甘堕落。老头子，你与我有恩，我得报答你。只有入了这间籍，我才能报答。再说了，我还打算给你养老呢。你自降等级，成为贱户商人，是要报答我？还要养我？不废话吗？我不养，谁养啊？百善孝为先，能有这情谊，这娃子该是我朱家的人。好了，咱爷孙俩也不说这个了。我听说这太子今日也薨了。是啊，这皇帝也是可怜人呐。娃子，你觉得当今的圣上如何呀？圣上啊，世人都说他嗜杀，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皇帝。你为何这样觉得？他可是连杀了2个宰相，还杀了几千的文人墨客。老头儿，你好好想想，那2位宰相用的都是些什么文人？外星人呐！这国朝取士本是最公平的科举考试，但是在这2位手里，却变成了结党营私的利器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整个朝廷都是他们的人？这可是窃国！这小子居然知道咱杀文官的真实原因。这皇帝啊，一直没杀他们，忍了他们10几年，如今啊，还要背负骂名。你说，这皇帝难道不是好人吗？没错，咱不是暴君，咱是为了理除百姓的君父啊！哎呀，老爷子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坐马车回去。行，那你慢走。哎，出来。不知贵人深夜召见，所谓何事啊？2位老乡，听说你们9年前在中山脚下失手过一个孩子。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那天雨很大，那个孩子满身都是泥土，饿的都快不行了。当时他穿的什么衣服？看不清，他身上都是泥土，不过倒是很像什么？兽医。带下去，赏10两黄金。他真是我的孙儿。皇爷保重身体。他极大可能就是我的大孙。皇爷，恕奴婢直言，此事还需慎重。2皇孙朱允文已经踏足中书，
若贸然出现一位嫡长孙，朝中恐要大乱呐。嫡长孙确实要慎重。蒋欢，在，你即刻南下，把朕的一个老兵给招回来。当年太子下葬，他负责镇守。明白。圣上，您吩咐御膳房准备的夜膳好了。来，这盐不对呀，陈德，这盐怎么回事？回皇爷，这是都转运盐使司从一名商人手里购置的新盐。好盐呐！咱洪武竟然有这般的好盐！圣上喜欢就行。不惜一切代价将这制盐的方式买下来。若我洪武有如此技艺，便可凭精盐打开西域市场，充盈国库，富足天下百姓呢！奴才遵旨。老板，这盐山是我教导二皇孙有功，皇上亲赐。虽然炼不出什么盐，但是身份的象征是不能低于80两。80两？没问题。你这种贱籍，就是喜欢用钱来买尊严啊！拿来，走了。你这山可都是矿盐，你们当然提取不出来了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这可是一座金山啊！80两，太便宜了。老爷啊，人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开工！今日的工钱翻倍。是，小郎君说了，今天工钱翻倍。郎君大义，郎君大义，郎君大义，郎君大义。老爷，我们到地方了。今天的工钱翻倍。谢谢老爷。哎呀，小郎君，你果然守时啊！来，这是400两银票，你点点。不用点了，这朝廷自然不会欺骗人。总督大人，告辞。小郎君，请留步。何事啊？朱小郎君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转运司呢想购买你的制盐工艺，5万两，朝廷愿意出5万两。大人，这是咱家吃饭的手艺，不能卖啊。莫非是嫌少？哎，7万两如何？大人，真不能卖，您呢就别逼迫草民了。这再商量一下嘛。快，干活！老爷，他好大的脸面，7万两，这小郎君还不卖？不知好歹，这可是皇上点名要买的东西，他一个商人竟然敢不卖，找死！那大人的意思是？官贵商贱，是该好好敲打敲打了。禀报上去，正好二皇孙需要立威呀。什么？一个商人竟然敢驳皇爷爷的面子，简直大胆！孩儿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如今你父亲当朝太子薨逝，你身为次子，虽然不是嫡系，但只要能讨好圣上，定能执掌大统。明白，传令下去，将盐场查封，把那商人给我押入天牢。是。孩儿，最近你皇爷爷时常会出宫，你找个机会争取跟他一起。为什么啊，娘？你个笨雌儿，
你要能跟他一起出去，落在洪武官儿的眼中，那不就有望执掌大印了吗？孩儿明白，这大印必归我所掌。梁国公，今日召我等前来，有何要事啊？前2日，老夫看见了雄鹰。什么？我外甥还活着？梁国公，这玩笑可开不得呀！如今这二皇孙可是踏足中枢，咱们这帮太子旧党，这半只脚已经踏进深渊。若是再这么搞下去，恐怕就要9族尽诛了。二皇子不过是个庶主，有何可惧？这种事我岂会玩笑？老夫敢用人头担保。国公大人，国公大人，我方才打探到消息，转运司的人要对朱怀动手。什么？转运司怎么会惹到他了？听说是二皇子要拿他的至言公义讨好圣上。太子刚刚薨逝，这二皇子就坐不住了。诸位怎么看？如果这朱怀真的是雄鹰的话，那咱们这帮人的生死可就都在他身上了。没错，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他送上那个位置。好，拿着我的腰牌，领兵保护朱怀。缠2下子。哎，好嘞。哎，那边弄远一点，弄远一点。老爷们，你们这是？哼，少废话！皇孙谕令，查封严惩，凡是参与者，全部押往天牢。我们合法合规，你们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我们为皇家做事。给我动手！我要见小郎君！我要见小郎君！不急，我会连他一块儿抓住。带走！这至言的手艺有消息了没有？有眉目了，转运司的人在处理。虽然这至言的手艺关乎国运，但也不能强买强卖。明白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这要是至言的人是我太孙该多好啊！哼，我想什么呢？哎，婉儿，哎，婉儿，我来了。老黄，过来。哎呀，老黄，这是700两银票。这才几天呢，你哪来这么多银子？我不是入了商籍吗？就做了点小买卖啊，随便做了一点买卖，就挣了700两。来，喝酒。哦，厉害呀！来，祝贺你啊！哎呀，对了啊，娃子，我想麻烦你件事。什么麻烦不麻烦呢？你直接说。城中啊，最近出现了一位盐商，你帮我打听一下，帮我买下来。你买它干什么呀？不是我买，是朝中要买啊。这个精盐呐，能通西域，振兴国库，还能强盛国运呐。这么厉害？当然了。不是你早说呀！这盐是我做的，你要是要，我礼物多得很呢。什么？这盐是你造的？是我造的呀。
娃子，你是我们洪武的福将、福气、大福星啊！我这不是想着赚点钱给你养老吗？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哎，对了啊，听说转运司的人也想卖你的盐啊？我不想卖，这毕竟都是我研制的，都是我的心血。但是我怕他们强买强卖。哎，那不会的，有圣人在，他们不敢欺压百姓。真的？朱小郎君在不在家？老黄，你在这别出去。这啥事儿？这是有人来闹事儿啊！小郎君，救我们呀！小郎君，各位官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朱小郎君呐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制盐工艺还是要卖。所以你们就查了我的盐场，抓了我的人。咱可是奉了二皇孙的旨意，你要是还冥顽不灵的话，按律当斩。这群蠢货，我让他们买盐，居然敢欺压百姓！这皇家谕旨，你们就可以滥杀无辜百姓？好大的胆子！这些话呀，你留着去跟二皇孙说去。绑起来！等等，孩子，让爷爷来处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圣上，滚！滚！是，还不把人放了？放！等回到仪凤殿，咱再跟你算账。听不明白吗？明白，这就滚。多谢小郎君，多谢老爷。今日受惊了，回去每个人赏2两银子。多谢小郎君，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，多谢小郎君。去吧，走。老爷子，什么情况啊？嘿呀，一个转运司的小官，在我眼里啊，就是个屁。牛逼，佩服。娃儿啊，我刚才在你的眼睛里看出了杀气。老爷子，你说你这眼光可真好。像我老四，硬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隐忍他不是懦弱，打不过的时候啊，要懂得服软。哎，道理我都懂，就那几个小毛贼不成器。呵，口气倒是不小啊。老爷子，看好。嘿，你这本事哪儿学来的？这遇到你之前，我已经流浪了9年。我要是不会点功夫，我早就被人给杀了。孩子呀，你遭罪了。嗨，这怎么能叫遭罪呢？这叫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说得好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小子越看越像咱大孙，该死的蒋欢还不把人带回来！姑姑，不好了呀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说，卑职方才看到皇爷在朱怀身边呢。什么？你可看清楚，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的，皇爷还替朱怀轰走了转运司的人。
看来此事80%为真呐。诸位，今天的事谁也不许瞎说，管好你们的嘴。放心，这种事儿我等肯定会烂在肚子里。咱们这帮老骨头，终于能在临死之前干把大事儿。皇上，咱是让你去买盐，咱让你强买强卖了吗？皇上饶命啊！下官莽撞。锦衣卫对咱说，你还去东宫见了二皇孙。皇上，下官错了，下官错了。你哪有错呀？你好啊，你好得很呢。朕的官，朕的孙，居然敢欺压朕的百姓！你们嘴里口口声声是为国为民，肚子里全都是男盗女娼。陈德，将此人降官3级，罚俸1年。是，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允文呐，允文，你真是扶不上墙呢。你这个不孝子，眼看洪武江山要交给你了，可你就这么走了。对了，咱的大孙子没有死，他没有死啊，他没死。等蒋欢回来，咱确定身份之后，咱就让他认祖归宗，好吗？老爷，这是我们最新产出的精盐，不错。来，有赏。多谢郎君。你们是？像，真像啊！什么像？这就是，这一定是大姐的孩子。各位贵人，你们找我何事啊？啊，咱是孩子，你这古串落下了。这不是我的古串，你们要是无事，我便先走了。走。老爷，我看那4个人身着锦绣，肯定非富即贵，难不成又是来打我们盐场主意的？国朝野下，法度齐全，别逼我捅破天，闹到洪武面前。他怎么会不记得这古串？这可是舅舅当年在西域打仗的时候，千里迢迢为你带回来的。上将军，能确定他就是雄鹰吗？错不了，他就是我外甥。好，如此一来，咱们就可以放手去做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拥他成帝。圣上，哎，蒋欢回来了。哎，快让他进来！宣蒋欢。皇爷，幸不辱命。
草民叩见皇爷。哎，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哟，9年不见，你也老了。哦，对了，快和咱说说，这9年之前中山帝陵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皇爷，当年之事，草民真的是一句谎话都不敢说呀！真的。那一夜大雨，太孙的尸首不翼而飞。我命人寻找，在泥泞的地上发现了很多脚印，但那些脚印都不是太孙的。快上！那依你之见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皇爷，咱不信鬼怪，所以咱怀疑是太孙活了。但当时说了，他没人信啊。人死居然还能复活，回来就好，陈德，来，赶紧磨磨，朕要给咱洪武嫡长孙封王。自有太孙朱雄英9年前未亡，被咱藏于秦淮河畔，今赐封朱雄英为洪武吴王，为诸王之首。蒋焕过来。哎，不妥。朝中有一半的大臣都把宝压到了允文身上，如果雄鹰回来了，若是手段不够，怕是会惹众多的麻烦。圣上，既然是咱洪武王朝的嫡长孙，倒不如对其进行一番考验。有道理。借此，我也给他铺路。圣上明鉴。太孙求见。啊，大皇子来了！来，进来！皇爷，是允文呐。啊，允文啊，是允文。那让他进来吧。皇爷爷，孙儿最近都找不到您，听说您出去了。在宫中待着闷得慌，我呀出去走走看看。皇爷爷，那明天孙儿陪您出去。啊？皇爷爷一个人出去，孙儿怕孤单，孙儿陪在皇爷爷身边，也好有个贴起说话的人。你？好，那这样，明天啊，你就陪爷爷出去走走。遵旨。母后，爷爷答应我陪他出宫了。太好了，儿，你要记住，你爷爷最重孝道，洪武又是以孝治天下，你要好好表现。母后放心，如此一来，就没有人能和你争夺皇位了。寒风冷雨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冻死了。哟，朱小郎君，这么大雨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去平安街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包子多少钱一个啊？今日下雨，算你5文钱一个。给，我全包了。朱小郎君大气啊！给，慢走啊！多谢。皇爷爷，我来撑伞。好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咱们去太平街吧，那里的百姓多。好。皇爷爷，咱躲会儿雨吧。好。哎呀，嘿，允文真孝顺呐。出来外面不要叫我皇爷爷，就叫爷爷。好，那爷爷，我去买辆马车。哎，这夏天的雨啊，来得急，去得也急。这个买车干啥呀？又费钱。
这，哎呀，突然就下起来了，这么大的雨。来了，爷爷，这么大的雨，咱们去客栈里躲躲雨吧，顺便喝口茶。这儿好臭。哎，忍忍吧，一会儿就没了。哎，再说了，花钱去那客栈喝茶，多浪费钱啊！哎！哎呀，我洪武京师哪儿来这么多的流民乞丐？黄爷爷，这是不满意了。你要记住，你爷爷最重孝道，洪武又是以孝治天下，你要好好表现。你们这群人竟然敢惊扰黄爷爷，好大的胆子！喂，这群乞丐去其他地方避雨，扰了我爷爷，我要你们命！哎，朱允文，你找死啊！爷爷，你知道吗？朝上3代，你祖宗、你爷爷我都是乞丐出身，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这老百姓啊？爷爷，我错了，您别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咱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的，不要看不起任何人。现在是乞丐，谁能保证一辈子是乞丐呀？孙儿知晓了。咱见过太多人吃人的事情，这百姓的苦，咱最了解。唉，这雨也快停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快，跑了点！大伙都看看，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有包子！哎，别抢！今儿谁抢，我给谁屁吃！爷爷怎么了？一个一个来。咱的太孙？什么？黄爷爷，太孙？你终于认我为太孙了？给你，谢谢。给，我多拿2个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长这么肥，真当老子钱不值钱啊？拿过来，你吃。谢谢哥哥，哥哥你真好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这些流民怎么都跑到京城过来躲难啊？回老爷，俺们都是淮北人，今日下雨，黄河决堤，庄子都被淹了，我们就只能出来讨饭了。总该做点什么吧。大家伙听好了，今天啊，我要招100个故宫，每个人5文钱，包子管够。想去的人都去后山找方老五去。谢谢老爷，大家伙儿，咱们有饭吃了，还不快谢谢老爷！谢谢老爷！都不许跪，都不许跪！起来，都给我起来！不许跪！你们啊，是故宫，不是奴隶，快滚后山去！去！真诚。人性本恶，这人看起来像是做了好事，但那些没吃上饭的流民一定会诋毁他、谩骂他。如此得不偿失的事，他为何要做？我说的对吧，黄爷爷？对个屁！人家最起码他在做，你呢？满口仁义道德，还在这指指点点，你屁都没有做。我看黄子成都把你教坏了。我没说错。你再说话，我把你废了。洪武官府是干什么吃的？这里可是京师，是洪武的面子。哎，老爷子，这是大哥。老爷子，怎么会如此之小？不可能，他回来干什么？
这几天不见，娇贵了不少啊！雨下的不大，还打个圣的伞啊！哎，老爷子，这个天儿就该淋淋雨，感受一下咱们应天府百姓的味道。娃子说的对，不打伞呐，咱们淋雨见天地。这才对嘛！哎，你呀，退下吧，我陪老爷子走走。我的爷爷凭什么要你陪着？抱歉，我不知道，不好意思。倒是忘了允人，不过也好，一家人见个面。无妨，你先回去吧。爷爷，我说回去。那爷爷保重身子。老爷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不知道他是您孙子，耽误您享受天伦之乐了。哎，无妨，这小子净给我添气，哼，不用理他。这儿孙是福，天的儿孙那也是福。娃儿啊，你最会说话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怎么想起在这赈灾救人呢？这么多人，你救得过来吗？因为啊，我以前也是乞丐啊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人心复杂。你若是救济不全，其余人诋毁你、谩骂你，你如何自处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才不在意这些呢。区区几句谣言，能奈我何呀？但那些没吃上饭的流民，一定会诋毁他、谩骂他。如此得不偿失的事儿，他为何要做？两相对比，云泥之别。啊？什么？没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灾民，这官府也该管管了吧？是啊，总有一群尸位素餐的狗东西，手握权力，却不干人事。王爷发令，淮北失职官员一律大额天牢。是，走。老爷子，我知道你心系百姓，但也不用这么生气吧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您是老皇帝呢。你说啥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金戈铁马的太平盛世，看起来幅员辽阔，其实这马蹄下面都是皑皑的白骨。娃儿，这话听着怎么像是你要造反呢？老爷子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？想多了。行了，这美好的天气，你陪爷爷走走。走，我扶着您走。好啊。我见到大哥了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他不是9年前就轰了吗？你知道皇爷最近为何频繁出宫吗？就是去找他的。他一定就是大哥。娘，大哥回来了，咱不争了，我争不过大哥的。说什么胡话？娘，就算他回来又如何？你毕竟陪了圣上9年，满朝文武有一大半的人都在拥趸你，他拿什么和你争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你要争，你一定要争。娘这些年为了你费尽心血，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你身上啊！娘，你要知道，要是争不过，孩儿和你都将万劫不复的。你以为我们不争，他们就会放过我们吗？这条路你必须走下去。孩儿明白了。不过儿你放心，娘已经为你布好了局。皇爷，
涉事官员已全部押入天牢。按我洪武律法严惩。是。皇爷，听闻东宫那边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太孙殿下回来就将自己关在书房，一直在喝酒。胡闹！这孩子真是做金丝雀习惯了，经不得一点风浪，让他自己反省去吧。是。娃子，再等些时日，爷爷一定会让你认祖归宗，封王封爵。好剑术啊！燕王的剑术是越来越精准了呀。大哥已薨，本王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准备起兵了？王爷，再等等，圣上还在，我们呀，此时动不得呀。要是父皇能把皇位传给我，我定能重现汉唐盛世，将洪武兵锋朝北推千里，叫胡马不敢渡阴山，叫四海万邦来贺。这皇位啊，怕是传不到您这儿。圣上说过，居敌者正储君呐。本王为洪武付出太多，除了本王，没人能拎起洪武江山。圣上这次啊，似乎不打算从藩王中挑选储君呐。哼，还能有谁？皇孙。朱允文，一介懦夫也敢称王？不，我怀疑另有其人。根据我在京城中的眼线来报，最近圣上啊经常出宫，好像与一位少年郎独处。少年郎？莫非是那嫡长孙回来了？现在还不敢确定呢。加派人手，务必将此事彻查清楚。请燕王放心，我一定会辅佐你，执掌大权。我听说那孩子在盐山收了一批流民。没错。唉，这孩子真是和我大姐一样善良啊，只可惜我大姐走得太早。你领家将50个，给那孩子维持一下秩序。流民鱼龙混杂，我怕他兜不住。得令。哎，我和蓝将军一起去，正好我也想见见外甥啊。得，都去吧，但一定要小心锦衣卫，也不能让皇爷听见看到。现在皇储未定，不能引起猜疑。好嘞，你先整兵，我去换甲。大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众将士何在？在。随我前去盐山。是。都别吵闹，排好队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流民？万一若是激起了民变，官府怕是会降罪于小郎君。哼，好，来了这么多人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小郎君说了，只收100人，人已经满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去找官府。俺们一早就来了，凭啥你收拾他们，不收拾俺们？就是，不是要做好事吗？那就做到底，为啥半途而废啊？难不成拿我们搏名声？说的对，你家小郎君太虚伪了，不收俺们就要闹。没错，大家伙把这虚伪的盐山给我砸了！对，砸了！哎，住手！你们疯了吗？有怪就怪你们家郎君太虚伪，我们也是被逼的呀。大家伙，
10斤盐1两银子，咱们自己抢了盐，自己去卖。好，抢盐！抢盐！走，大伙动起来！小郎君对咱们有恩，兄弟们不能让他们抢盐。没错，不能让他们抢走。不能抢！各位兄弟们，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，你们这么一闹，我们以后都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方老哥说的对啊，大家都是穷苦人家，何必相互为难呢？我呸！明明是你们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凭什么你们就有饭吃，我们就挨饿？就是不公平。再说了，我们抢盐也不影响你们做工，反正你家小郎君也不是好东西。小郎君对我们很好的，绝不让他们抢盐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动手！动手！把他们给我拦住！小郎君有闪！凭什么你们吃东西？不让我兄弟们抢！抢到没有自己的！大哥果然猜对了，这些流民成事肯定是要造反的。这群混蛋是嫌命太长了，敢动我外甥的盐山！来！哼！我今天啊，非得杀他个七进七出不成！张国公，冷静，冷静！这些不是反贼，杀了犯法。杀不得，打残总行了吧？这却也不失是个好办法。将士们听令，在！冲锋军阵，用刀背，全都打残。等等啊，怎么了？怀儿动手了！什么？救命！救命！谁敢动一下，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盐抢回来啊！现在知道怕了是吧？刚才我还想着多来几个人帮我也挺好的，现在我觉得你们当中有些人很贱，在我这里闹事，把我当软柿子捏吗？现在你们这些人一个都不留。不是你，小郎君，我让你在这里做事，不是让你在这里做善茬。我知道了，都给我记住了，以后谁敢来闹事，就给我打！打赢了，重重有赏。多谢郎君，多谢郎君，多谢郎君。继续干活吧。以前我还觉得郎君是个文弱书生，现在看来，郎君是个狼王呀！好啊，他娘的，怀儿这股子狠劲儿，有咱的风范。你可拉倒吧！你17岁的时候上战场，吓个半死。这还是又叫唠叨。哎，这孩子究竟经历过什么，能有这种心境？经历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点，咱们这些兄弟们呐，终于是盼来了一条真龙啊！这才是当世真英雄。弟兄们，今晚庆功酒！好！好！怀儿盐山那边流民闹事儿，你去处理了？没来得及。怎么，他被欺负了？回皇爷，他没被欺负。那怎么处理的？他废了带头人的手脚，然后又吩咐了手下。然后局势就稳住了。皇爷明鉴。这个臭小子比老子当年有手段，恩威并济，这才是御下之术。不止，卑职当时就在暗中观察，发现朱郎君的身手不弱，哦不，应该说是很强。
果然是我朱家的血脉。像我。哎，对了，你去把守卫东宫的2位廖娃叫过来。遵旨。卑职拜见皇爷。你们还记得朱雄鹰吗？记得，当年爷爷触犯皇威，按律满门抄斩，是皇孙大老爷替我们求情，让我们做了这皇宫禁卫。卑职2人不敢忘恩。好，那你们2个人就出宫，去保护他的安全。啊！皇爷，大少爷不是……不必多疑，皇孙还未死呢，一直在外，好好活着呢。遵旨。秦淮河沿街第3家，你们如何败在他的门下？自己编理由，下去吧。是。看来这盐场还得找几个莽夫，这方老五的性子太弱了，容易受欺负，又是来闹事儿的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我不是什么大老爷，你们找错人了。你们啊，去隔壁的老王家看看吧。且慢，在下廖勇，这是我弟弟廖月，前来投奔朱小郎君。啊，守卫东宫廖家的2位，你们为何要来投奔我呀？我就只是一个商人而已。郎君放心，我等受人所托，不会有异心。受人所托？是不是老黄委托你们的？老黄？没错，就是黄老先生派我们来的。他听说小郎君在盐山的事情，十分担心。好吧，我刚好也想看看这老黄的眼力如何，你们2个就留下吧。皇爷，廖家2兄弟已经拜入门下。有他2人辅佐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吴王，诸王之首。哎呀，皇儿啊，我现在还不能这么快的赐封你，你还需要考察考察。皇爷爷，我给您送面来了。允文，你有心了，放那儿吧。好。吴王，诸王之首。你在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啊，我没事儿。孙儿先下去了。回去好好练剑，不要一副窝囊废的样子。去吧。是。这皇位是我的，没有人能够抢走。为什么？我孝顺了您整整9年，他才出现1年，您就要如此偏心，将吴王分给他？明明我才是大明嫡长孙，我才是！皇儿，你怎么了？不是才去见老爷子吗？大明吴王，皇爷封出去了，给了朱雄鹰，只是还未颁布旨意。什么？这小野种，我就知道他回来要坏事。吴王啊，那可是皇爷起家的名号，诸王之首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皇儿，不要灰心，
只要圣旨还没有颁布，咱们就还有机会。你可别忘了，这朝堂之中都是咱们的人。郎君啊，这是这个月的利钱，一共3000两。辛苦你了。为郎君做事不辛苦。下去吧。是。银子足够了，是时候开启下一步计划了。娃儿，想啥呢？老头儿，今儿来这么早啊？哎呀，老头子嘴馋了，想吃娃儿给我做的油泼面了。等着。嘿，哎呀，哎，慢点吃，慢点。好吃。来。哎呀，太香了。老头子没白疼你啊，不枉咱送了2个那么好的护卫，是吧？还是老头对我好。咱们啊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今天啊，老头子来跟你一起读读书。读书？爷爷呀，教你看国家大事。咱们给皇上呀把一把内廷的第1道关。娃子，你看看这道奏书，苏州治水，你看看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那真让我看啊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你呀，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就随便看，慢慢看。这个国家大事啊，也不是1天2天就能看会的。老头儿，这国库有多少银子？哎，这个不方便说。你就当有20万两。这么少？咋了？怕了？这苏州治水十分重要。要是这河道堵塞，农田得不到灌溉，这两岸的居民必将受灾。你说需要多少银子？10万两。100万两。哎呀，娃儿啊，这钱很难赚的呀。不是1两都不花。什么？1分都不花？当然要让当地的官员调动百姓，让百姓自发参与到清理河沙淤泥的工作当中去。民心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要是人人有这个觉悟啊，朝廷啊也不会那么难了。当然没那么简单了，要让朝廷啊立石碑牌坊，将那些自愿参与的百姓的名字都给刻上去。此为揽民心，倒也不算出奇。这第2呢？苏州靠海，朝廷啊又严禁下海捕鱼，可适当性开海，让这个百姓啊近海捕捞，诱之以利，比给百姓虚钱要来的实在。不错，但是不能算全对呀。中策还有什么是我没想到的呀？站在臣子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呀，你没有错，但是要站在皇上的位置上，那就有很大纰漏啊。爷爷，请讲。人不会珍惜轻易得到的东西，比如你石碑上刻功德，比如你开海给力。如果不设置门槛，提高难度，百姓就不会当回事儿了。我懂了。
就像科举考试一样，如果人人都是状元，那这状元也便不值钱了。不错，好悟性，多谢爷爷指教。还是你悟性高啊！爷爷再吃一口。这，娘，黄爷爷今早又出宫了，他一定又去找朱秀英那个野种了。那个野种给你黄爷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娘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帮我夺回恩宠。你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去学堂进学，也不要出书房。啊，不去学堂上学，不是更让黄爷爷心寒吗？傻孩子，咱们洪武王朝是以孝立国，你就在书房绝食读经，为薨逝的太子守孝。你黄爷爷看到你如此行径，一定会感动的。真的？你放心，咱们现在在东宫占尽了先机，外面的野种拿什么争？好，孩儿听娘的。你们两个不好好守大门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和二弟是前来道别的。放肆！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离开。皇爷有令，让我们即刻离开东宫。娘娘，二少爷，告辞。这个节骨眼调出宫，一定是被调到大哥朱雄英身旁的。黄爷爷，你怎么能这么偏心？鹿死谁手尚不可知。皇儿，不要多想，就听娘的，去书房读佛经。好。记住了，家国大事要通盘去考虑，不能将目光偏向一隅。老爷子，受教了。不错，懂事啊。哎呀，气儿凉快，咱带你去祭拜太子啊！啊？咋了？没发烧啊？没有啊，没发烧，你说什么胡话？那可是太子，都能到咱们两个去祭拜。没发烧，你说什么胡话？那可是太子，都能到咱们两个去祭拜。你这个娃子呀！过2日啊，是我们洪武太子的3期，皇帝是允许朝官去祭拜的，只是不能上山。这规矩怎么和我历史书上学的不一样啊？怎么了？不敢啊？怕什么呀？左右无事。嘿，等等，你不去祭拜儿子，你拜什么太子啊？我儿子也在那儿埋着呢。什么？你儿子跟太子埋一块儿？怎么了？不是，那可是中山皇家陵墓，你儿子怎么跟太子埋在一起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把你儿子埋在了山脚下。啊？偷埋？哎呀，我知道，借皇家气运嘛，看着是去祭拜太子，实际上是去祭拜自己的儿子。你可真聪明。好，咱们呀，现在就出发。哎，二位兄弟，你们随我们出去一趟。那我们去准备轿子。放屁！老子要骑马。你这个小子太像老子了。儿啊，人死如灯灭，咱铺好了所有的路，结果你却走了。幸好还有咱大孙子。别伤心了，老头儿，咱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。对，咱活的人呐，就该好好活着。咱老头子年轻的时候啊，只听你奶奶的，如今以后啊，咱就听你的。老爷子，
这奶奶有你这样的丈夫，她应该感到荣幸。不，是咱该感到庆幸。话说回来，来到这以后，我总感觉我之前似乎来过这里。哇，你说啥？你来过这里？我也记不清楚，我估计就是我流浪的时候路过这里吧。或许不是流浪的，那还能咋地？我从这陵墓里飞出来呀！我那也没准呐。啊，老爷子，你这现在也学会开玩笑了。对了，我刚想到一个好点子。什么好点子啊？南直隶修城墙，苏州清理淤泥，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。我们呀，可以让这些灾民去那边去给我们打工，给他们发工钱，以工代赈。以工代赈啊！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好，以工代赈，好啊！老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了。哎呀，娃儿啊，你真是个天才呀！啊，你是个天才呀！陈德，把工部、吏部、户部3个尚书叫来。这微臣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得了，万什么岁呀？朕的儿子都死了，莫扯淡了。关于苏州治水，咱说你们听，那可不行，你们得给意见。皇上请讲，臣等知无不言。淮北洪涝，流民多不胜数，太多的起苏儿涌入应天。苏州府又在修新安江，你们工部需要大量的徭役，这册子里有解决之法，你们看看吧。这法子妙啊！妙从何来呀？这妙在这第3步，以工代赈，不仅可以解决流民问题，还可以解决治水问题啊，从而带进江南的经济。妙，真是妙啊！那其他2条呢？万岁，这建功德碑也有可取之处，只是这开海嘛，这……但说无妨啊。是，这开海怕会引起祸端，万一海寇来犯该如何？臣认为此乃大谬。是吗？启禀皇上，微臣以为这奏书倒不像傅大人所说的弊大于利，微臣倒以为短暂的开海反而更符合民意啊。没错，只要清吏司好生严管，便不会出太多事故。倒有几分道理啊。这老东西真会察言观色。微臣斗胆敢问皇上，这奏书是何人所写？是朕的大孙子写的。大孙子写的？居然是太孙啊！想不到果然是太孙。臣早就知道允文殿下之聪慧，实乃是世间罕见呐。朕啥时候说是朱允文写的了？不是允文殿下。实在没想到，籍籍无名的3皇孙朱允腾
也有这一般剑术啊！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。我说是朱允腾了吧？啊，这也不是，不是允文殿下，也不是允腾殿下，这到底是谁啊？哎呀，不该问的就别问了，办事去吧。啊，遵旨。哎呀，这些人绝对想不到我的大孙子还活着。哎呀，皇爷，翰林院学士黄子成齐太上奏，言说太孙一日未尝进学了。为什么？老奴该死，老奴不敢说。真让你说？回皇爷，太孙将自己关在书房内，读了1天佛经，1天未吃饭了。胡闹！不好好上学读书，却去读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，像什么样子？太孙说快到太子爷3期了，他要给太子爷祈祷。痴儿啊，这孩子也算是有孝心了，是我们朱家的种。陈德，你去备点饭菜，一会儿随我去东宫。娘娘，圣上来了。快把值钱的东西都收起来。皇上驾到！儿媳叩见皇爷。起来吧。咱孙子呢？回皇爷的话，允文1天都在书房，滴水未进，说是要替父亲守孝。那也不能不吃饭呢。你这做母亲的，怎么不好好劝劝他？启禀皇上，娘娘也1日未用餐了。没规矩的东西，谁叫你多嘴的？好了。你们娘俩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还是要好好活着。你也去吃饭吧，咱去看看孙子。只要能拿下老爷子忠孝的命脉，就一定能拿下皇位。把门打开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不要打扰我为父亲祈福。祈福也不能不吃饭呢。见过皇爷爷。不必行礼了，1天没吃饭，你这身子出了状况怎么办？给咱说说，你这个孝经是怎么读的？说给咱听听。人之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损伤，孝之始也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何苦损伤自己的身子呢？恪守孝道，你这是尽孝心吗？你这是不孝。去吃饭。爷爷，孙儿想父亲了。孩子，朕都懂。吃饭吧。
亲人离世，竟让这孩子如此消沉，这种品行扛不起朕的江山呐！皇爷被我打动了，这一局我赢了。今日二皇孙不进学，咱终于有时间享受生活了。这盐巴的口感非常不错，大明出心眼了。回老爷，这些都是朱怀卖给转运司的。朱怀是谁啊？就是买咱家盐山那位小郎君。啊，那个商人见奇啊，他怎么了？这盐巴也是他制出来的。这盐巴很值钱吗？转运司按1斤4000，现在那朱怀怕是已经赚了有3万两白银了。3万两？咱们当时卖了多少？80两。胡闹！当时皇上给老夫赏的盐山，怎么能随便卖了？去，给老夫原价收回来。可是这老爷，怎么？没事，小人这就去办。哎，宅子的事儿置办的怎么样了？谈了几家，要么要价高，要么就是宅子太小，要么就是嫌弃咱们是商籍。真不愧是洪武王朝，拿钱都不好办事。朱郎君可是要置办宅子？回禀大人，确实是在置办宅子。我刚好有处宅子急售，需要吗？真的吗？那就感谢官人割爱了。大人，这就是你要卖的宅子啊！这皇城根下，估计价格非常贵吧？走，进去再说。还满意吗？满意啊。不过我并不打算买，打扰了。哎，啊，你还没听价格呢，就不打算买了？哎，不用提了，我买不起。我知道你的底价是1000两，我这个宅子也这个价给你。啊？哦，这个宅子1000两？哎，当然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这宅子，该不会死过人吧？小郎君瞎想什么呢？咱上次在盐山看到你救助那些流民，咱就想认识你这个人杰。再说了，这宅子咱家有的是。你这家里是做什么的呀？以前跟着圣上打天下，立了点功劳，得了点赏赐。那你照这么说，那倒也合理。那就感谢大人割爱了。好，你小子倒是挺懂礼貌，跟咱姐小时候一样。巧了，我家老爷子也说我有礼貌。朱郎君，您出来一下。你是？朱郎君兴许忘记老朽了。老朽翰林院学士，皇子成家管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有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当初卖给朱郎君的盐山是皇爷赏赐给的，我们家黄大人现在不想卖了，所以呢？这是80两银子，您受累把盐山还回来。80两换3万两，你们家这小主子打的算盘可真响啊！朱郎君，
我劝你最好识相点。您是商级，我们老爷是市级，您的身份天差地别。黄子成的人，狗东西，就知道欺负老百姓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周郎君不傻，老朽能这样跟你说话，就因为您是明白人。若是不然，狗东西！要是不然，你能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家老爷是二皇孙的老师，翰林院学士黄子成？哼，我是蓝玉，你问问黄子成，他算什么狗东西？蓝玉，整座王场只有一个人叫蓝玉。老朽眼拙，老朽眼拙，梁国公当面，我竟敢大放厥词。你回去告诉他们，朱怀要是少了一根毛，老子带兵将他的头塞到腚眼里头。明白明白，老朽一定带到。滚！梁国公息怒。梁国公蓝玉，洪武初年领兵15万，大破蒙元，天武大帝御赐破虏大将军。见过蓝玉将军。好小子，咱生气的时候，亲儿子都得吓得牙打颤，你倒是硬气。今日是我欠将军一恩，欠我蓝玉的多了去了。娃子，先走了。您慢走。蓝玉，可是根据史料记载，这蓝玉明年就会被诛三族。不行，我得救他一命。你们两个去雇些人，把这些东西都置办到新宅子里去。哎，快去快去！是。怎么会这样？蓝玉作为大明的梁国公，为何要无缘无故的帮我呀？哎呀，算了，想不通就不想了。不过，我欠他一个恩，这恩得报。娃儿，我来了。老爷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生病了这些天。哎呀，咱没事儿，身体好得很。只是啊，这几天宫里有事儿。老爷子，我最近置办了新家，你要是有事没事儿，来我这儿住呗。哎呀，娃子，你真是有心了。咱这几日为了安慰允文没出宫，没想到这小子心里一直惦记着咱。对了，老爷子，上次我把您孙子当仆人时，他没生气吧？你这孩子，你都叫我一声爷爷了啊！你和他就是兄弟了。哥哥说弟弟两句，怎么了？很正常啊。行，还是我爷爷跟我亲，是吧？所以那孙子，咱不想去看他。为何呀？哎，咱本来都走出丧子之痛了，可那孙子却一直念叨，这不是让咱添堵吗？这孙子和爷爷亲，这是忠孝，这是国本。娃子，你就不怕咱跟他待久了，把你冷落了？您呐，这找人通风报信过来给我就成，我才懒得搭理你。臭小子，到时候老子的家产可就与你无关了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咱可有家产呐？哎呀，也不多，就一点点的田地，一点点的财富，还有一点点的权势。哦，不过我不稀罕啊。为啥？我有双手啊。再说了，我给你养老又不是图你那点钱。你这个娃子，好，不说这事儿了。上次你给我的奏书，我已经呈到宫里去了，但是很多的大臣
都很反对呀。人之常情，无事无碍。假如，咱说的假如，要是你是皇帝，你该怎么做？假如，我是皇帝，对。娃子，江山可不好担，这句话是对你的考验。若答不上来，朕就只能保你一辈子富贵了。有了。假如我是皇帝的话，这些大臣可以反对我，但是你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。如果你没有充足的理由，那就干你娘！你小子倒挺有主见的。这肯定得有主见。你作为一国之君，你要没有主见，如何治理国家、开疆拓土？那敌人来袭的时候，谁会听一些文人在那里放屁啊？好小子，说得不错。任何妄想试图大明底线的杂碎，都不能忍。因为国破了，官还能继续做，但君只有死。那依您所见，这上阵杀敌之人谁最合适啊？我觉得应该是徐达吧。他文武双全，而且有大局观，治军也严格。但是我更喜欢常遇春，这个人呐，喜欢冒险，是个打仗好手。只可惜呀，这2员虎将都走了。现在朝廷里有，但太少。那蓝玉呢？蓝玉啊，蓝玉，他激进冒险，要么是大胜，要么就是大败。娃儿啊，依你之见，这要是出兵，派谁去合适？依我之看，就是蓝玉，因为他像一个人。像谁？天武大帝。是吗？不是说性格像，而是他们的作战风格。这洪武大帝一统南下的时候，激进冒险，诱敌深入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你小子好。那今年北上出兵，就蓝玉了。这事儿你说了算是吗？反正我就是吹吹牛哈。成吧，成吧。麻子，我准备走了，有事儿啊。哦，我送你。不用。你怎么也不问我了？我呢，本来不好奇，但是你一问我，现在我就好奇了。我洪武没有找他们的事，他们竟然找上门来了，真是活腻了。看来朝廷要出兵了。天武25年秋7月初9，北蛮兵寇肃州，洪武大帝以蓝玉为征西大将军，截至肃州、宁夏、固原等塞王兵马3万余人，出兵北伐。梁国公接旨。臣一定不负圣恩。恭喜梁国公！老舅啊，这回咱可风光了呀！我跟你们说，皇爷早就打算出兵，
一直在犹豫用谁，这次这就定下来了。那是皇爷信任咱。不，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。难道另有隐情？你们可知，在昨日之前，皇爷根本不想用咱，觉得咱军权太大，可到今天却改变了主意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卖关子，快说。那是因为昨天皇爷一直在咱外甥孙那儿，等他回来，咱就领兵了。原来如此啊！莫不是皇孙说了什么，影响了皇爷的决定？虽然咱不知道外甥说了什么，但一定是他让老爷子改变了想法。能够改变皇爷的想法，他朱允文肯定是做不到的。当然了，你说这老爷子明明知道外面那个是老大，可为啥还要藏着掖着呀？不知道，不过老爷子一定有自己的打算。就目前看来，老爷子一定是偏向咱外甥孙的。就目前看来，老爷子一定是偏向咱外甥孙的。太好了！自从太子薨逝以来啊，咱们可就没了主心骨，这回算是踏实了。若是朱怀能担起大梁，就算老爷子立了朱允文，咱们也得拥立他造反。没错，到时候大不了直接杀进皇宫。去他奶奶！谁怕谁啊！我这就传令去。哎，醉了，醉了！小心点锦衣卫。所以今天的事儿，谁他娘的都别出去乱说，免得掉脑袋。梁国公放心。弟兄们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今天的事儿，谁要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乱说一通，影响了咱们外甥在皇爷心里的印象，我宰了他！啊！哎，怎么会？啊，咱们这帮人可是认亲不认礼，拼死也会护他朱怀的啊！等我离开皇城后，诸位都警醒着点儿，好好照拂咱外甥孙。放心，谁要敢欺负咱们外甥，我就活剐了他！哎，来干！兄弟们，来啊！你俩怎么？眼线，两位国公淡定，我们只忠于大老爷。对，大老爷就是我们的命。知道了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两位国公来了。见过蓝将军。这位是？这位是开国公的嫡长子，太子妃的亲弟弟，你的徐茂将军。哦，见过徐将军。哎，好孩子，不必见外。娃子啊，我要出兵了，跟你来道个别。啊，我就那么一说，皇帝真的派你去出兵了？娃子，咱来找你就是告诉你，这宅子你安心住，要是有人找你麻烦，去找你就去找徐茂将军。对，找我。你们照顾好你们家老爷，如果有人欺负他，随时告诉我，我绝不轻饶。好，多谢二位，多谢。好了，咱走了。按照史书，明年蓝玉就要被斩了，临行前帮他一把。哎，蓝将军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好，你说，我听着。蓝将军，你的作战能力
小子一点也不担心，这次定会大胜，并且会风光大胜。只是将军，您快言快语的，这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我怕人抓住了您的把柄就……这番话，哎，将军，在下只是一介商贾，又是后辈，此番话并没有责怪您的意思。将军，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！这番话，说得好啊！这娃子长大了。舅老爷，咱想和你学武，咱也想成你这样的大英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舅老爷就把本事全都交给你。太好了！咱听你的啊。对了，你也知道，朝堂暗流涌动，所以咱来找你，咱谁也别说。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好，那咱走了。哎，您二位慢走。梁国公，你这是？没事儿，咱就是高兴，咱的外甥孙终于长大了，而且还是天生的帝王相。那是自然。可若皇爷看错了人，那咱就反了他，扶外甥上位。我忽然想起一个人，这个人或许是娃子登上皇位最大的对手。您说的该不会是朱允文吧？他没那个能耐，挑不起大梁。那这个人是燕王？对，就是燕王。北国的雪看久了，真想看看江南的雨啊。王爷，你说，当年李世民发动政变，缔造一代贞观盛世，我朱棣是不是也可以？啊，当年李世民啊，在长安，您在北平，这更困难呐。老爷子一死，谁能对抗本王？朱允文母子？哼，那对只知道蝇营狗苟的怂货。王爷，应天府那边啊，传回消息来了。说说。圣上经常出宫，见的是一位17岁的小郎君。王爷，就是此人。这是儿臣朱棣拜见父皇。免礼。谢父皇。哎，来看看咱的嫡长孙朱雄英。此子眉宇横直，实乃英雄气象。那是当然。哎，来。怎么可能？竟然如此像雄鹰，他不是8岁就轰了吗？王爷，余下的事儿啊，贫僧还没有查出来。不过，圣上好像很重视此人呐，他的周围有很多锦衣卫，所以咱们的人也不敢太深入调查呀。这孩子不像朱允文那个蠢货，如果他回归朝堂，将会瞬间执掌兵权。王爷，这是惧了。惧？哼！本王是怕这盘棋太无聊，这个天下只有本王才可以登上那个位置。好，只要王爷有这片雄心，贫僧我定当誓死相随。待本王登基，你就是本王的宰相。谢过王爷。待我成了皇上，一定要将洪武的国土朝北推平万里，让那北蛮不敢南下纵马。王爷，那这位小郎君如何处置啊？哼，
借力打力，就让朱允文那个蠢货去斗。一场秋雨一场寒呐。今年的烟雨比往年更冷了，想必这天地呀，又要大乱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哎，老头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朝廷啊，真的派蓝玉将军去出征了。就是因为听了你的建议，才派蓝玉出兵的。老爷子，你在这朝廷威力这么大呀？这娃对咱都没怀疑的嘛。老爷，奏书拿来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也是时候叫娃子治国了。娃儿啊，现在饭也吃好了，这样，我说你学。好啊。来，先看看这份奏书。督察院吴斌上奏，请圣上体恤臣僚，更改朝会时辰。你觉得怎么处理啊？这点小事儿都不用皇上亲自去看。你觉得这件事是小事儿？是啊。但我觉得他可不是小事，他这是满朝文武的心里话。治国，首先得治心。是这样，那是否可以根据季节调整这个上朝的时间啊？可以，但这一定是帝王君上亲自提出来的，否则他们便不会敬畏。爷爷，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奏书，这背后竟然有这么多层意思和博弈啊！哎呀，孩子，可惜爷爷的时间不多了。否则呀，爷爷一定会把自己会的东西都教给你。爷爷，说什么时间不多了？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教给我，我还等着学呢。我娃呀，就会安慰我了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出言辞境化此生。爷爷，接着往下学，来，还有这个。皇爷今晚还没回宫吗？没回，并且还让蒋欢将奏书带了出去，一定是带到朱标那里去了。哼，这种待遇以前是只有我才能享受的。儿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，喝碗燕窝汤吧。还在想老爷子的事儿吗？皇爷今晚还没回宫，甚至把奏书都带了出去。先不要想这些了，先喝汤，剩下的交给娘，娘有办法。娘，我好怕，你是我最后的靠山。有娘在就不要怕，娘就算拼了命，也要将你送上皇位。娘，儿就靠你了。放心，来人，娘娘。
送一封信去江夏侯府，交给我弟弟吕德兴手上，再拟一封信给陈德陈公公。是。是你逼我弄死你的。干爹，娘娘送来了一封信，呈上来。干爹，怎么了？皇爷今天没回宫，在那种的府上批阅了一天的奏折，允文皇孙怕是要失势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咱们这帮人的命可都在二皇孙身上啊！事到如今，只能想办法给二皇孙造势，灭了那种的气焰。可是，咱们只是太监，这种事情很难办到啊。谁说只有咱们了？娘娘给江夏侯府也送了一封信。内勾外连，布下杀局。没错，布下一场必杀的局。干爹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哎，这雨真好啊，真好啊！多下点儿。等淮河发水，朝廷拨银子赈灾，咱就能从中捞一大笔。老爷，该休息了。美人真乖，等咱做了国舅爷，保你全家都做官。谢谢老爷。来，起来，起来。你下去吧。爹，堂姐那边来信了，据说很着急。可是允文需要帮助了，快给我拿来。当初老周对咱不公，咱就靠这侄子翻身了。什么？爹，怎么了？你可别吓我。糟了，皇长孙朱雄英没死。什么？谁啊？朱雄英没死，被老爷子养在外边了。昨晚，老爷子带他批奏折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他娘的能不能再大点声？是怕锦衣卫听不到是吗？允文登基在即，绝不能出乱子。咱们要在皇爷公布之前摁死他。爹，要不把他杀了？你能不能再蠢一点？杀皇孙，不想活了？爹，这不行那不行的，难道眼睁睁看着皇爷易位吗？咱们以后能不能风光，可都靠哥哥朱允文了。来硬的不行，还不能来软的吗？爹，你的意思是？给燕王送一封信，问问他，当年那块前朝的金印，可否借来一用？爹，你要造反呢？爹，你要造反呢？造屁个反呢！我是准备把金印交到嫡长孙手里面，皇爷生性多疑，见此金印定勃然大怒，届时咱就有机会了。爹，我可听说那金印可是燕王杀了7天7夜才拿到的，他能借给咱们吗？你想想，燕王为什么留着那金印？他想当皇帝。没错。他更不能借给咱们了。不，他会给咱的，因为燕王知道，如果嫡长孙继位，那他就再也没有机会登基了。相反呢，若是允文继位，他倒是还有机会，所以他一定会帮助咱们。这赶走一个朱雄英，来了个燕王，咱们这算不算引狼入室啊？眼前这关都过不了，谈何以后啊？是，爹，孩儿这就去办。王爷好功夫啊！
王爷，江夏侯吕德兴差人送了一封书信。这条老狗居然也会给我回信。他的侄子即将上任储君，他防我就跟防贼一样。王爷为何发笑啊？我笑吕德兴这老匹夫也有火烧屁股的时候。借前朝金印陷害朱怀，逼老爷子立朱允文为储君，这是一个好事啊，天大的好事啊！王爷，只要立朱允文为储君，那淮西的武将必乱了。这圣上为了稳固江山，定会血洗他们这些人呐。没错，届时朱允文空有权力，却无猛将，咱们便可挥师南下，夺回江山。这吕德兴这小算盘打得不错啊，想假借您之手除掉这个朱雄鹰，只可惜啊，他太高估自己了。他以为就凭他能抵挡着王爷您呐。驱虎吞狼之计，他把本王当成了猛虎，殊不知本王是龙，真龙天子。王爷，我这就去取大印。速去，800里加急，给我连夜送过去。是。娃儿啊，我府里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老爷子，一路小心。皇爷，二皇孙按捺不住了。老二果然扶不起来，这点气都沉不住。哼，还想当皇帝？做梦！皇爷，根据微臣眼线，此事很有可能关联燕王，要不要将其扼杀？不，成王者要有破节之力，有不败之心，谁也不要帮他。我要给他最后一次考验，一次大劫。那嫡长孙要是度过此劫呢？我会在诏书上写上储君二字。要是他败了呢？他要是败了，那洪武的天下就会大乱。这小子和老爷子关系已经好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燕王连夜加急送来了。这世上除了咱和皇帝，没人认识这个东西，正好能忽悠他。去知会那小郎君一声，就说咱们在盐山等着他。是。祝郎君，你有何事？咱家老爷去买盐没带钱，带了块金子，所以一时间难以交割。郎君不妨去盐山看一看，掂量掂量能换多少金子啊？好，我跟你去一趟，带路吧。朱郎君，久仰大名，久仰久仰。客气客气客气。郎君，事情刚才家里的下人都和您说了？说了的。周郎君，你看这块金子如何呢？这上面刻的是蒙文吧？对，前朝的物件，可是我家里祖传下来的。来人，拿秤过来。慢点，周郎君，您不必如此客气。君子无信而不立，您经营这么大的盐山，想必不会败坏自己的信誉吧？您就说这金子值多少钱，给咱换多少盐就行。你这人倒还挺敞亮，只是吧，你这金子确实没啥流通性，就算我把它收了，也只能作为一个收藏传世。收藏传世，对，这金子可一定要找一个显眼的地方给供起来。听说啊，有保平安、保前途之意啊。
300斤。什么？300斤？对啊。尼玛，畜生啊！这金子明明能换3000斤盐吧？看着竹标温柔谦卑的样子，没想到一肚子坏水。朱郎君，这有些说不过去吧？是不是少了点儿？那既如此，你便拿回去啊，反正我也不缺钱。这金子本来也没啥流通性啊。狗，真狗，真狗！哎，朱郎君，这实不相瞒，这金子可是有祈福求平安之意啊。如此贱卖了，在下也是很心疼啊。哎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回去一定要好好对他，找个显眼的地方给供起来。你这是同意换了？换了。哎，回去啊，可一定好生供着啊。这才是好兄弟嘛！敢问兄台尊姓大名啊？哎，你说咱俩这么有缘，交个朋友好。罢了，全当在下做了个善人。哼，这位兄台当真是心善啊！只不过这金子拿在手里，这么烫手啊！发我，郎君，你帮我去做件事情。好。金银送出去了吗？交出去了，就换了300斤盐。那燕王知道了，怕不是起兵造反吧？哎，不要顾及眼前的蝇头小利，老夫让你吩咐的事吩咐下去了没？孩儿叮嘱他多次了，说这金子可祈福保平安，让他在显眼的地方好生供着。好，干得不错。现在就等陈公公那边动手，届时就算他本事再大，也管保他，也保管他，人头落地。哎，好歹是皇孙，流放岭南就可以了。皇爷今天怎么满脸忧愁？蓝玉在哈密打了胜仗，咱们洪武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，这是好事儿，大好事儿啊！于公是天大的好事。于私，这内堂已经没有银子了，打仗需要银子，淮河受灾需要银子，安南土司作乱，穆王府那边也需要银子。皇爷秉承天意，定会有解决的办法。况且这是个机会啊！你想说什么？如今正好洪武储君未定，不如3日后把2个皇孙都叫到朝堂上来，让他们同时献策。你继续说。奴才不敢。不过你这个提议倒是不错。不管好与不好，对与不对，这也不是朕一个人说了算，那是天下人说了算。为君分忧是奴才的荣幸。对了，皇爷，这是回皇爷，太孙宽厚孝顺，这是佛经，太孙允文亲自为您抄写的佛经，说会庇佑皇爷千岁万岁。允文有心了，这小子平日里功课那么繁忙，他还能抽出时间来给我写佛经，也是难为他了。写的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他就不孝。朱允文读了这么多年书，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皇爷息怒，给朕拿回去，告诉他，汝之孝，岂为残身损妻也？此为孝也。奴才明白，奴才明白。干爹，
我现在要去一趟东宫，你去吕家，让吕家人做好准备。是。皇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必须要早做打算了。那为何不选嫡长孙呢？咱没得选呐，咱的宝早压在老二身上了。干儿知道了。去吧，好好办事儿。唉，都是被江水推着走的人，浪打下来，谁都活不成。儿啊，成了，成了！娘，怎么了？你舅舅江夏侯和陈公公都出手了，设下了必死杀局，定叫那宫外的野种死无葬身之地。太好了，这下再也没有人跟我们抢皇位了。你呢？把佛经交给皇爷爷了吗？今天一早我就拉着陈德交给皇爷爷了。好，甚好。娘娘，殿下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佛经用血所书，皇爷十分愤怒，让我带一句话：汝之孝，岂为残身损心也？此为孝也。皇爷爷，这是在骂我。娘，怎么会这样？娘，你没事吧？儿啊，是娘错，关心则乱，娘用错了方法。娘娘，倒也不必如此慌乱。皇爷只是苛责了你们，事情并非没有转机呀。转机？公公指的转机是指？皇上已经答应了，3日后朝堂献策。儿，机会来了，3日后献策，咱们必赢。为什么？大哥也不是傻子啊。他不傻，你也不傻。你今天就去找夫子们给你出谋划策，我就不信那个野种还能比得过夫子。没错，二殿下不必担心。再者说，你舅舅吕德兴也已经布好了局。布局？那块金印？没错。那宫外野种若是胜了，咱们便举报他私藏大印，皇爷爷要脸，定轻饶不了他。那他要是败了呢？那这私藏大印，即便不死，也得发配岭南喽。好，好，这一局，本王占据天时地利人和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老君，老君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回郎君的话，有人送来一封信，还有一匹上好的西域狮子鬃。我看看。这是蓝大将军的信。是蓝玉将军的信。怎么了，郎君？这蓝玉将军打了胜仗，给我送了一匹马。哈密距这3000多里，梁国公为啥会送一匹马过来啊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郎君，有人送来一把刀。这可是大马士革刀，价值100金啊！对，还有一封信。这是定国公写的信。不是啊，他们怎么都对我这么好啊？郎君，这个刀和马怎么处理啊？先收下吧。不过今日这些事儿，不要告诉别人。明白，明白。唉，总感觉我要想起点什么，就差最后那么灵光一闪，就那么一下。娃子，嘟囔个啥呢？老爷子，你怎么愁容满面的呀？别提了，家事国事都堆在一起，老头子烦死了。烦啊！等着我。老爷子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老头，看，这是什么？这给咱的。不然给谁啊？当然给你的。不要啊。
咱又不稀罕，我也能弄。老头嘴挺硬啊，爱要不要啊？哎呦喂，这可是好坠子呀！哎，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我用金子换的了，不然还能是我抢的呀？我老头子没白疼你啊！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刚才忧心的国事，是不是因为钱啊？你咋知道？朝廷征西，这每天啊都要花费大量的银两。自蓝玉大将军出征那一刻起，这国库啊就一直在烧钱养着他们。这大明啊，能不缺钱吗？哎呀，光只是这些还好，国库呢还能供得着。就是啊，这些日子暴雨滂沱，这淮河上涨，就连安南土司都来捣乱，这所有的事儿都搅在一起了。你呢，也别太操心了，我让廖家老大给咱做一桌好菜去。哎，坐下，坐下。娃儿，我问问你，如果多印点洪武宝钞怎么样？既能发放给老百姓，又能丰盈国库。这个想法倒是好的，但是啊，朝廷可不能轻易下这个决策。这轻则呀是国家动荡，重则恐怕……哎，没那么严重吧？有，当然有了。这事儿很有可能会亡国。这事儿很有可能会亡国。你看出门道来了，来，你跟咱说说。老头啊，你想想，现在呢，假设国家每年可以制造1000文钱，这一个杯子是10文钱。如果国家每年增加到1万两，那这个杯子，你觉得它还会值10文钱吗？那咱知道呀，这杯子的价值马上升了10倍，100文呢？是啊，因为钱已经不值钱了。哎，你再想想，如果你是一个老百姓，你拼死拼活、累死累活，一年挣了1000文钱啊！本来呢，你可以买100个杯子，但如今你就只能买10个杯子，你愿意吗？那当然不愿意了。对啊，你都不愿意，那老百姓他肯定也不愿意啊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真要是这样，那老百姓就乱了呀！何止是乱，还会影响国运。国运？你想啊，这洪武宝钞不值钱，这洪武在百姓眼里那自然是不值钱的。10天半月还好，若是10年、20年呢？那届时啊，国将不国，王将不王。可是为何现在的宝钞并没有泛滥呢？因为宝钞才刚刚起步，它的价值还是很高的，弥足珍贵。但是啊，一旦增加了这个印刷量，到时候定会天下大乱。这宝钞就是个双刃剑，可以印，但是要控制，否则就会天下大乱。是啊，虽然啊，咱没有上过阵，打过仗，但是赚钱这方面我还是很了解的。我这3个月都赚了10几万两银子，对于钱财嘛，信手拈来。杰娃子对钱这么明白，你想不想上朝觐见呢？那都是人家文武百官的事儿，我就只是一个商籍，我是贱民，我哪有那个资格呀？我就问你想不想？我当然想呀。好，准备好奏书，3日后咱家带你上奉天殿。真的吗？耶！二殿下的事情完成。啊，殿下，臣参见二殿下。2位老师折煞我了，在这儿只有学生朱允文，没有殿下。
殿下，陈公公已经提前给我们送过信了。方才我便和齐大儒一直商量此事。二位老师有心了。我们只是陪衬，太孙能由此兼怀天下之人心，是我们的荣幸。那二位老师可有良策？当然，所谓聚财，无非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没错，既然如此，何不加大宝钞的刊印量？如此一来，既填补了国库，又富足了百姓。善，大善！那3日后朝堂就仰着二位老师了。殿下放心，我二人就算拼死，也要把殿下扶上那个位置。怎么样？成了，陈公公那边成了。皇爷亲口说，3日后奉天殿上要求二位皇孙共同献策，谁能解决洪武财库亏空的问题，谁就能赢得此局，便可问鼎储君之位。大侄子那边如何？有2位翰林院大儒相佐，已经给出了良策。即可看3日后一鸣惊人便可。好啊！咱们这边准备的如何了？父亲放心，人已经准备好了。无论奉天殿比试的结果如何，我都会立马当众检举朱怀私藏大印，将他摁死在地。好啊！内外联手，这一杀局，就算那朱怀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也逃不出去。王爷，朝堂中起浪了。和本王说说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长孙要败呀。二孙这次联合了朝堂内外，布下了一个必死的杀局。这长孙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也孤掌难鸣啊。本王怎么觉得他长孙不会败呢？你们这些酸腐文人都有一个毛病，还请王爷明示啊！不愿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，更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就算他联合朝廷内外布下杀局，又能如何？一群土鸡瓦狗而已。可长孙只有一人呐。当初我父亲也是孤身一人，捧着一碗打下了这万里洪武江山。这长孙怎么能跟皇爷爷相比拟呀？有何不可？这娃子可是实打实的英雄相。那咱们还要不要挥师南下呢？为何不下？如果真要是长孙继位，那本王更想挥师南下了。小僧愚钝，还请王爷解惑呀。正所谓英雄惜英雄，本王这辈子佩服的人都已经死了。如果他能继位，那这天下岂不是更有趣了？传令3军备伍。是。这就是皇宫。郎君，且随我来。郎君，且随我来。我知道你，老爷子每次出门的时候，你就跟在他身边。郎君眼力真好。不是我眼力好，是你跟别人不一样。可是下官长相特殊。你杀过人？郎君说笑了。这洪武初定，咱们这些武职哪个没沾过血？不，你杀过人，你是锦衣卫，锦衣卫指挥使。郎君，你怎么？你今天不穿的官服吗？而且你这袖口上有流云纹，这胸口上不还有条龙蟒吗？今日上朝，不可穿便服。唉，这一开始我以为老爷子
只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小官，可是后来他又骂走了转运司。我寻思啊，那可能是5品或者6品。可是后来他又开始让我看奏书。这朝中能看奏书的官员也有1品，高的位居1品，普通的位居3品。一开始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后来呢？他还问我那治国的良策，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。然后他又让我去阅兵的，如今又让我来上朝。郎君有何想法？他不是宰相，他是皇上。那你说说，他为何对你这么好？我是失忆了，可是我又不是一点都想不起来，只是那些回忆太大了，大到我不敢去想，更不敢去承担。但这就是天命，落在身上的时候，就算你百般挣扎，也得背下去。你说我要真的背不下去，老头子他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啊？失望谈不上，但总会遗憾的。我跟了他大半辈子，我知道他这个人有野心，有魄力，但又比谁都胆小，怕自己走后，这天下的老百姓就要吃苦了。我知道了，蒋欢，臣在，带我去奉天殿见圣上。臣遵旨。我洪武的嫡长孙回来了。这都半天了，怎么还不退朝？小点声，我都听说了，今天有大事发生。啥事儿啊？2位皇孙要当众献策，决定储君之位。谁呀？朱允炆和朱允炆吗？哎呀，不是，是朱允炆和朱雄英。啊！嫡长孙不是8岁就薨了吗？没死，据说是流落在民间，前2年被圣上捡回来了，一直秘密地养在宫外呢。朱怀、朱雄英到！啊，来了！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能见到这一幕，我这一生没有白活呀！我倒要看这养在宫外的野种是什么人。朱怀，见过诸位。雄英，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可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啊！是他，抢我盐场的人。哼，正好，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大孙子，最后一道考验开始了。娃儿，惊喜不？咱家就是你口中的天武大帝。惊喜？惊喜，咱家是皇帝。惊喜什么呀？惊喜，你是我爷爷，这么多年没有白孝顺你啊！好，好，好。皇爷爷，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好，怀儿啊，给你的诏书朕都准备好了，但要怎么写，就要看你今天的表现了。我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你既踏入了奉天殿，那你就不是洪武盐商朱怀，而是我洪武嫡长孙朱雄英。参见长孙殿下，参见长孙殿下。都起来吧。朱怀，这一次我不会败。怀儿、允文，你们2个准备好了吗？皇爷爷放心，开始吧。皇爷爷，我先来。
自从听闻皇爷爷忧心国库空虚一事，苏儿3日没睡，联合诸位大学生一同草拟了这份奏书，还请皇爷爷过目。什么？你上奏肯定朕家印宝钞，放肆！皇爷息怒。朱允文，朕培养了你9年，你怎么连猪都不如？真是个废物！皇上，臣敢问，这增益宝钞有何不可？国库亏空，淮河发水，安南叛乱，只要宝钞增印，即可填补国库亏空，又可富足百姓，实乃两全其美之策呀！没你娘个头！你这是在乱国，乱我洪武根基！老臣知错，请皇上明示。朕问问你黄子成，国家现在正发行1000文宝钞，而你黄子成有100文宝钞，可以购得10本书籍。若是国家加大刊印发行1万文宝钞，你的100文钱只能买1本书，你愿意吗？这天下的老百姓愿意吗？这民怨则江山乱。你说，你们这奏书是不是乱我洪武根基？老臣不敢，老臣不敢。孙人有罪，孙人有罪。起来吧。如果这就是你的良策，允文，朕很失望。对不起，皇爷爷，对不起。皇上，二殿下这一策虽然有误，但也是提供了可行之道，总比大殿下什么都不会的强啊。是啊，皇上，二殿下确实比大殿下强多了。孩儿，你的奏书呢？我没准备奏书啊。没有。因为啊，我是一个俗人，我呢在外流浪了9年，我的办法很俗，也很简单，就4个字。哪4个字啊？抬高商税。什么？这抬高商税？什么？抬高商税？大皇孙，你疯了吗？果然是宫外长大的，没什么见识。大殿下，如果说我们方才的加印宝钞是动摇国本，那你这法子就是在灭国。没错，重农抑商乃是我洪武的根基。大哥，你不知道不怪你，但是你不该乱说话。皇爷，此举不妥，大不妥。你说如何不妥？我洪武重农抑商，若是抬高商税，商人的地位也会增高，此举定会乱了尊卑。孩儿啊，允文说的对，我洪武在农不在商。哎，这商人也是人啊，只要管理得当，提高了商税，这国税自然就增加了呀。扯淡，商人才能赚几个钱？商人赚不了钱，我3个月的时间就赚了20万两白银，但我所交的税却区区只有200两。但是外面那些农民，他们辛辛苦苦了1整年，就只能赚到10两银子，而他们的税收却有4两。你们这些人不去割商人的肉，却在这里放农民的血，你们啊，这叫做舍本逐末。话虽如此，但此乃立国时定下的国策。这国策难道就不能改了吗？如果这国策是错的，那子子孙孙都得跟着一起错吗？你们啊，这不叫守礼，这叫迂腐。重农抑商就应该提高商税，降低农税。够了，怀儿，你流落在外面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。我们洪武从蒙古人手里夺得江山，其中有大量闲置的土地，无人开荒，无人种地。你指望那些尝到甜头的商贾吗？让他们来开荒，让他们来种地，
那我们老百姓吃什么呢？此事啊，也无需我再多说，你们就去应天府征收他2成的商税，再发出告示，告诉那些农民，这些商人的银子是来造福农民的。你确定可行？老爷子，黄爷爷，你这江山都打下了，区区这点小事儿，怎么又在这里优柔寡断呢？好，蒋欢，臣在。你令禁卫军去到外面收上2成的税银，我倒要看看能收到多少银子。遵旨。商人都是一群贱籍，贱籍也配赚银子？我承认，大哥，你的确很能赚银子，但谁又知道这是不是受了黄爷爷的恩惠？成与不成，等下便见分晓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蒋大人回来了！皇上，银子收上来了。收了多少两？不多不少，100万两。什么？啊！100万两，这么多！100万两，这不就是100万两？这么多！100万两？不可能啊！华子，你刚才那句怎么说的？迂腐！不，下一句，重农抑商，就是要提高商税，降低农税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咱要造福老百姓，这银子才是重中之重。收商人的银子，养天下的百姓，痛快，痛快呀！圣上，那您的意思是，今日的比试，算长孙殿下赢了呗？何止是赢，简直就是大赢啊！这100万两可以让咱打到北蛮王庭，还能让我们全国的百姓免掉3年的银税。我输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一个宫外长大的野种，怎么会治国？陈德，把朕的诏书拿来，朕要给怀儿封王立储。皇上，不可封王啊！皇上，不可封王！你想说什么？臣要告发朱怀，私藏前朝金印，早有谋反之心，按律当斩。你说什么？李老狗，你放你娘的屁！我私藏金印？没错，咱外甥孙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你这是污蔑！你，吕德兴，说话可要有证据啊！臣有证据，把证据呈上来。是你，小郎君认识我？是你卖给我金子？难道那块是金印？你陷害我！话不可以乱说，我都不认识你，你就说我陷害你？怎么，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就可以肆意抹黑我们这些忠臣了吗？就是啊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你有收据吗？收据？没有。没证据，那就说明你私藏金印，有谋反之心。金印在哪里啊？皇上，这是从皇长孙家中搜寻到的，我有证人可以作证。我们可以作证，没错，而且那金印上还有皇长孙家中的气味。真是金印，跟怀儿家的味道是一样的。怀儿，你想要什么，爷爷都会给你，你为何要私藏金印呢？陛下，
这根本就不是前朝金印，这不是金印，给我！老爷子，您看啊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朱怀。对呀，这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好啊，你居然敢在前朝金印上刻自己的名字，还说没有谋反之心，按律当斩！告诉咱，这是为什么？那是因为……哎，你别！因为啊，嘿，你别！你敢摔金印？陶瓷？没错，是陶瓷的，还真是陶瓷的呀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刚才不是说是金印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这个只不过是我经营盐场时用来盖章的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还有块小的。你们看，来，欢迎各位啊，来我的盐场买我的盐啊！原来是个印章啊！皇上，您不要被这小子给骗了。您就不觉得奇怪？他若是没有见过金印，那这块印章又怎和这金印如此之像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就是他拿过来这个金印买我的盐，我呀就是看着那块金印它方正吉祥，我才把它拿过来自己刻印用。你放屁！我们都不认识，定是你把金印藏起来了。我可没藏。没藏？那在哪儿？拿出来！就是拿出来啊！那金印就在黄爷爷的脖子上。黄爷爷的脖子上。就这个呀？对啊，当时他把金印给我，那上面都是莽纹，那我也不认识，我呀直接让廖家老大给熔了，做了个项链。哎，这点这廖家老大可以给我证明，还有这金银铺的银匠也可以给我证明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圣上，是否需要传唤二人？传唤个屁呀！我连自家的孙子都不信，难道还要信外人吗？皇爷恕罪！还有你，朱允文，朕对你很失望。皇爷恕罪，孙儿也是鬼迷心窍。皇爷，我错了，皇爷对不起，皇爷对不起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，让朕如何把江山交到你的手里？皇爷，抽巴掌就能治国吗？真是个废物！来人，臣在。将朱允文及其母吕氏贬为庶人，流放3000里。还有这些人，全给我斩了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爷恕罪啊！皇上饶命！遵旨。等下，陈德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原来皇爷都知道了。满朝文武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都逃不过朕的眼睛。臣德跪谢皇爷恩宠。拉下去！拉下去！来人！走！吾皇英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！谢皇上。你们以后要跪的人是我的大孙子，我洪武未来的皇帝朱怀。老爷子，怀儿，接下来的路该你自己走了。宣读诏书，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吾孙朱怀、朱雄鹰走失多年，如今寻回，现封为吴王，为诸王之首。吴王，太好了，咱外甥孙称王了。后经多次考验，朕兹以大体，又加封吴王朱怀为洪武储君，领太孙之位，不日将登基为帝。老爷子，原来你来我家那么多次，是为了考验我呀？也有一半的原因是爷爷想孙子了。吴王接旨。儿臣朱怀接旨。怀儿，来啊，到咱身边来。爷爷，来，坐下。爷爷，这让你坐你就坐，跟咱客气啥呀？嘿，参见太孙殿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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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